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法国人的真面目。大家好，我是路易。今天 Ada 要分享跟法国人交往前一定要知道的5件事情。C'est parti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我觉得法国人是太直接了。那我让大家来评评理。我记得有一次呢，就是我为了路易煮午餐。然后那时候我煮了他很喜欢吃的东西，叫做布兰达。我在厨房哦，就是忙，大概花了大概1个半小时吧，因为这是路易很想吃的东西。然后我就是很兴奋，然后我就说，那我们可以开动。我是用小烤箱做的，所以那里面的酱汁并没有收得很干。路易呢，他就拿了刀子跟叉子，然后往那个千层派里面一插，马铃薯就有点移动嘛，因为酱汁没有很干。然后他就这样子看着我。Ada， 你有看着食谱做吗？然后我就已经很累了，我就觉得说，而且他是用质问的语气，我就当下觉得非常的不舒服，然后我就不讲话，然后他就继续 ，Ada， 你认真的吗？你到底有没有看食谱啊？然后我就瞬间爆炸，理智线断掉，我就把餐具往旁边一扔，冲进厕所，然后我就把我自己锁在里面。所以你直不直接？我一点直接，可是然后我追你说对不起。对哦，这是那个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法国人的优点，就是当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一件事的时候，他们会立刻道歉。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特色，因为比方说，如果你要选一些衣服，你会问我，你觉得这个很好看吗？你喜欢这个吗？我觉得有很多男朋友他们不看，可是他们说，对对对，很好看，很好看，你很美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很好。可是我觉得你应该说真的，所以如果我不喜欢，我会说对不起，我觉得这个不好看。比方说，上次 Ada 给我她的鞋子的照片，可是真的很难看，是这个。这里，你们看。他说你是在喝酒醉的时候买的吗？超级 hurt，super hurt。好，对不起，我会婉转一点，一点点。OK，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脆弱的人，小心哦，小心，真的要小心法国人。第二个真的是最可怕的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什么？就是法国人真的是他妈的爱靠北，他们靠北就算了，他们还会，他们除了靠北以外，他们还会加上一个很夸张的表达的方式。你知道我发誓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人这么爱抱怨。然后可是如果你今天问我说，那路易他们都抱怨什么？我说不上来，因为他们抱怨的事情都是每天发生的事情。很小的事情，可是什么？我抱怨的时候，你常常觉得我生气，可是大部分法国人真的爱抱怨。我们抱怨的时候不是生气，我们只要说这个错。为什么你们喜欢说别人错？给我们很好的感觉。如果我们先抱怨一点，然后没关系，我们。很好，对，然后我觉得法国人他们抱怨就算了，他们还会很夸张的抱怨方法。那也举一个例子来说呢，路易他常常会对我突然说 ，Oh my God Ada， 然后我就会很紧张，我就想说天哪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然后他就会说，刚刚有一个蚊子叮了我一下，然后我就会，我真的是白眼翻了大概10000遍吧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激动讲话？我可能是法国南部的人，所以我常常说夸张。第3件的事情是什么？第3件事情是很多我的旁边的女性朋友知道我跟法国人交往的时候，常常会说：哇，法国人是不是很浪漫啊？我没钱给你玫瑰，唱歌，弹吉他。法国人真的不是那么浪漫，对我来讲。但是他们有一点是非常甜言蜜语，然后我觉得他们甜言蜜语的程度呢，是会让你，就是有时候会觉得Tu magnifique, tu es très belle, ma chérie。就是他们会让你自信心完全爆棚。就是可能你刚睡觉起来，然后你的头发很乱啊，然后你嘴巴很臭啊。可是路易他就会说，真的很臭。
可是路易他就会这样很深情的看着你，然后跟你说：“宝贝，你今天怎么那么美啊？”然后你就会觉得，哦天哪！甜言蜜语会让女生第一个开心，然后第二个是你会很有自信心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我跟路易在一起之后，我的自信心是有慢慢被建立起来的，因为我之前可能并不是那么有自信的一个女生。第四个是什么？他们不知道怎么长话短说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今天路易发生车祸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会这么告诉我，他不会说 Ada 我发生车祸，他会说 Ada 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，经过了 7-Eleven， 我买了一杯养乐多，然后我又往前走，走了2步之后红灯了，我就停下来，绿灯的时候我走，我就被车撞了。他不会告诉你说，他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你说啊我出车祸了。所以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的故事，没有吗？不是，我觉得很烦。有时候我就想要说，你到底要讲什么？你直接讲好不好？他就是会这样唠唠唠唠唠唠，我非常没有耐心，所以我每次都说，路易，你可以讲重点吗？为什么？高中的时候还有大学的时候，我们要写很长的论文，所以我们常常写一个小东西，可能写一张，That's quite。可能是，我也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法国人很喜欢聊天，所以，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很爱讲话的女生的话，跟法国人交往会蛮幸福的，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领域都稍微有涉略，所以他们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啊，他们永远都会有很多的话题可以一直讲一直讲。对，谢谢。为什么你这么骄傲？我有时候觉得你很吵我有时候就想路易闭嘴，你知道，我就想安静一下，可是他就我们很有意思。Are you selling yourself？ OK， 下一个。第5个呢是非常多女生问的，就是关于金钱上面的安排。money。好，首先呢，我必须要说，如果你是一个想要被男人好好呵护的女生，法国人，不要。就是呢，法国人他们比较喜欢独立的女生，他们不想要照顾女生，他们觉得麻烦哦，很麻烦哦，对法国人来说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好好的被呵护的话，请找台湾男生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觉得女生有薪水，我们有薪水，所以没关系，一个副歌的，对吗？为什么我们都要付钱，然后才可以买东西，买新的 Chanel？ 真的 unfair。我觉得你们觉得男生跟女生是平等的。You don't think 你们不觉得女生需要被照顾？这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系，因为在亚洲，男生就是要照顾家里面。在法国，我觉得真的不一样。如果你说一个女生，哦，没关系，我有工作，你留在家养孩子，她真的要生气。我觉得 really？ 对啊，因为大家会说，哎，为什么我要留在家？我很聪明，我去大学，为什么我不可以有工作？我也要赚钱。OK，so 如果我今天说我出去赚钱，你在家，你要不要？要。你要。谢谢。你要。我来休息。下次我要负责。你要干嘛？辅助可以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Salut！